其实我还蛮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是上海人，干嘛要去台湾生活？新冠疫情当时好多航班就是停飞，回上海非常困难。我订了好几次机票，都航班取消了。也会有蛮多人好奇，为什么当时有了小孩之后，是我选择留在家里带小孩，而我的太太出去上班呢？大家看这个哦，这个是长期居留证，我现在拿到了长期居留证，还算蛮享受目前台湾这个悠闲的环境，相对于上海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育儿环境上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蛮舒适的社会。11点的永康街也是很热闹，这个排队很夸张的，但是很有秩序，到处都在排队。这个50岚也是。等我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呢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现在已经回归职场，做一个美编设计，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现在是2025年的12月份，今天完全没有冬天的感觉，春光明媚，一片暖和。2025年的12月呢，就是我来到台湾生活已经要满5年了，马上要跨入第6个年头了。其实我还蛮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是上海人，干嘛要去台湾生活？今天在这里就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作为一个中国天花板城市的上海人，为什么会搬到台湾来生活呢？可能很多人印象中觉得上海的发展啊、前景啊都比台湾要好一点，去台湾生活是一个没有那么好的选择。那其实我来到台湾生活呢，最主要一开始是因为我太太怀孕了。怀孕呢，我希望她是有自己父母在身边陪同，会比较放心一点。那另外呢，对于台湾的医疗她也比较熟悉一些，所以怀孕之后要生产，就打算先跟她来台湾，等待她生完小孩，我们再决定是继续住在上海，还是搬来台北生活。那后续就是2021年的时候，大家知道碰上了全球性的灾难，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当时好多航班就是停飞，回上海非常困难。我订了好几次机票，都航班取消了，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那小孩生下来之后呢，又准备了很多小孩的使用的东西，比如说尿布台啊、推车啊，然后热奶器啊、消毒锅啊，那些东西全是一整套的小孩的东西。如果后续要回上海生活呢，那些东西搬回去的难度不亚于一次搬家，所以呢就觉得暂时还是先在台北生活。那其实排除疫情的因素呢，也是后续在台北生活让我觉得我这个选择非常正确。大家要知道我前段时间回了上海一次，吐槽了一些上海不好的地方。当然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吐槽上海的育儿啊，然后一些公共环境啊，或者说人民的素质啊，都是我个人的感官。个人感官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我一个人带了2个小孩回上海，所以会造成心情上也比较紧张一些，体力上也比较吃力一些，所以对一切的感官会稍微负面化一点。我这样说有一些小粉红的玻璃心稍微可以治愈一下吧。那其实说到底很大的一个原因，我在台北生活就是因为小孩子，这也是我过去分享过很多次的，就是小孩的育儿环境真的非常好。像我们今天就是日常的周末出游，
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心思，因为到处都有适合小朋友去的公园啊，或者是场馆啊，或者是餐厅啊。相对来说，这样的选择比上海多太多了，不需要花太多心思，随便找一找都能找到适合他们玩的地方。也会有蛮多人好奇，为什么当时有了小孩之后，是我选择留在家里带小孩，而我的太太出去上班呢？其实这一件事情并没有说我们两个人明确商量之后决定谁留在家里带小孩，而是因为我一直从事的是美编设计工作，那我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比较容易找到 freelance，可以居家办公。所以其实我在来到台北生活之前，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工作职位上的转换，也就是从正式的工作的一个正职转换到在上海自己家里接案子。因为我考虑到后期可能会来到台北生活一段时间，所以在来台北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样一个转变。所以呢，我来到台北之后呢，也就是可以继续在家接案子，包括我儿子出生，然后女儿出生之后，有2个小孩之后，才实在是觉得自己的精力不够了，才停止接案。所以就是蛮顺其自然的。生完第1个小孩之后，我太太坐完月子之后，休完产假就回去她原本的公司上班，那我也继续在家，就是一边带小孩一边接案子，没有说谁决定出去工作这样子，蛮顺其自然的。那后来呢，就是一直带小孩，带到今年的4月份才开始去工作，因为第2个小孩他也可以送去幼儿园了，我白天就可以脱身出来，才开始回归。已经离开了大概5、6年的职场，那到现在我已经工作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非常适应台湾的职场。我们整个公司都氛围都非常好，然后同事相处也非常融洽，让我觉得现在非常融入台湾这个社会。大家看这个哦，这个是长期居留证，我现在拿到了长期居留证。这个证呢要在台湾住满4年时间，每年超过180天才可以用居留证去换取长期居留证。那居留证呢是1年半就要去更新一次，重新换一次。长期居留证可以到3年，也就是我这3年时间都不需要再换证件了。在台湾玩这些设备都不需要太过焦急，因为不用担心会经常有不守秩序的人。当然我这里是说会经常有，偶尔呢个别还是会有一些不太守秩序的人，但这个情况极少。所以每次去玩，你只要放松心情，遵守大家一致的规则，就可以在边带孩子的时候边放松。台湾的衣食住行呢都让我还蛮适应。一方面呢，现在冬天我回上海的话可能会非常害怕，因为上海的冬天真的非常冷，所以在台湾穿衣服真的是除了夏季比较长比较热以外，在冬季或者秋季春季的时候都还蛮舒服的。衣柜也不用备很多很厚的棉服。食方面对于上海人来说真的是很容易就适应，因为一方面吃的都比较清淡，而且台湾的口味总体而言也算比较偏甜。住呢，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台北买房了，那目前就是作为房奴的阶段，但是好在我把上海一套房子卖掉，可以稍稍缓解一下在台北房贷的压力。而且台北的房贷利率还蛮低的，相比上海而言可能要低到1半这样子。那至于行的方面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经过3次的苦练摩托车技术，拿到了机车驾照，就是一般的机车，白牌的那种。在经过2年呢，可能会有机会的话就去考取重机驾照，就可以开始我的重机人生。当然这是一个理想，所以总体而言在台湾的生活让我很适应，也还算蛮享受目前台湾这个悠闲的环境，相对于上海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无论是工作上的压力还是育儿环境上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蛮舒适的社会。所以呢，以上这些就是一个上海人会选择从上海搬来台北生活，并且在台北居住了5年，马上要跨入第6个年头的一些原因。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下次再跟大家聊聊日常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